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二支票，我们来聊一下港股的国泰君安国际。那么最近2天也是因为这个国泰君安国际在香港正式获批提供加密货币，所以受到了市场资金的一个追捧。可以看到短短的2天时间里股价是翻了将近9倍之多。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一次股价上涨将近9倍，可以说是一次性的透支了未来的一个预期。下来我们就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只港股整体的一个走势结构特征，以及当前所处的风险所在。其实市场最早提出稳定币这个概念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美国的稳定币第一股也是这个圆环公司正式在纽交所上市。那么它的首日涨幅也是达到了 170%， 市值急速增长到了240亿美元。因此这一次国泰君安国际在香港正式获批，那么其实它市场的投资者都是对标着这个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这个稳定币第一股。那其实这只港股它上市以来的时间是蛮长的，从2010年截止到现在，已将近是15年的时间里。在这15年的时间里，它仅仅走出了一波比较流畅的上涨走势，是在11年的10月份一直到15年的6月份，最低点是 0.46， 最高点是出现在这个 5.82。 在这波上涨趋势结束之后就迎来了一个漫长的下跌走势，一直是跌到了24年的1月初，低点是 0.48， 整体用时也是将近9年的一个时间将近9年的时间。从 5.82 跌到 0.48， 它整体的一个下跌结构呢是走出了一个3重3浪的一个形态， W X Y X Z 最终是完成了这次的一个下跌形态， W X Y 第二个 X， 最后是一个 Z 浪。那其实来看的话，此次上涨也是完全是因为消息面的刺激引起的暴拉。在我个人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性直接到位了。下来我们通过这个波浪尺来看一下此次上涨2波结构的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第一阶段的上涨和第二阶段的上涨它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也就是蓝色段的这2笔走势。当第二次股价在快速的创出新高，达到 7.02 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洗盘，给人的感觉就是引诱这个其他的散户投资者进去在高位接盘。那么这2天也可以看到，从7块最低是回落到了大致是一个3块钱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当前这只港股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如果下一次再次出现一个波段性的牛市，那么所需要等待的这个时间还有回撤幅度都会相对于比较大。那么大家如果有其他比较好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分享。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那上一次刚才我们说到了，从 5.82 跌到 0.48， 它整整用时将近9年时间。那这一次在市场的一波脉冲的走势上涨到 7.02 之后，那么可能再次迎来黑色段同级别的一个调整趋势。那所需要的时间包括回撤的幅度都不会太浅。首先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它下方面临的一些支撑在哪里。就算相较于上次的调整它回撤比较浅，那么至少也是能看到刚才所说这个区域 2.95 到 1.99。 但是另外我们要通过时间来算的话，从 7.02 开始的调整，它就算后期用时，就是说用时像第一次那么长，第一次用了9年，那么这一次用5年或者时间跨度经历5年是完全允许的。所以近期我们整体还是关注此处出现的一个宽幅震荡一个走势。等这个宽幅震荡走势无论从幅度上还是从时间跨度上都满足了预期之后，那么我们才能考虑
下一次的波段牛市是否要正式开启。但是并不是当下，因为我个人认为当前的这只港股的风险明显是大于收益的，感觉市场的资金都是无脑在往前冲，赌后期能连续冲高，连续刷新新的高点出现，但是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所以在当下的这只港股上面，我们更多的是要注意到保存自己的实力防止自己的本金出现较大幅度的一个亏损。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国泰君安国际的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